小伙子。哎，谢谢您，哈哈，您也年轻。东迅加油干！好嘞。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2月8号星期四，街上已经非常浓的过节的气氛了，对吧？时间过得真快，回来好几天了。今天是回来的第4天跑步。我前面就是三里屯了，一会儿给大家拍看看春节前夕的北京的三里屯太古里。现在是几点？6点14。我大概还有不到4公里到达朝阳公园西门，就是地铁站的那个门，枣营地铁站那个门。给大家看看街景。我前面马上左前方就是三里屯的太古里，右边是三里屯 SOHO。看，所有的树都包了特别多的灯。太古里这儿最外边最大这家店是阿迪达斯。看，零下6度，感觉还行。在大阪跑步穿什么，在这儿还穿什么，区别就是在这儿戴厚手套，戴手闷子。以前住东三环的时候，每天跑到这儿右转，大概有800米就到家了。看，我们到了北京的东三环，这是北京东三环的长虹桥。那时候这样拐过来直着走，很快就到家了。我在那儿等一个红绿灯。好，那我们一会儿朝阳公园见了，小伙伴。我们已经跑在了朝阳公园西门面前这条路上，现在我是南向北方向，我右手漆黑黑的围栏里就是公园。我以前住这边的时候来朝阳公园跑步，都是从北门进，就是后来最后新修的那个，因为那时候比现在早到朝阳公园还没开门。但是呢，这个公园现在是一个免费公园，北门那个大门是开着的，因为没有到开园时间，冬天天又黑，公园里一盏灯都没有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初春或者是初秋，跑进公园大约是5点半，公园就会开灯。早晨5点半，第一次我觉得灯亮的一下特别美，然后第二次我就卡准时间拍到了灯亮的一瞬间，好像那期的视频的标题就叫朝阳公园灯亮起的一瞬间。像夜晚或者黎明前的街道，不管是路灯还是这种灯都是暖色的，在和地铁站这种冷色光以交相呼应，就挺有感觉的。
我特别喜欢看远处的红绿灯是绿灯的时候，就是那个青绿色的光。我看看几点啊？有没有失约？没有，6点32。我预告的是6点半到7点之间，从这门进来。第一期，咱们这系列视频的第一期，就是在这儿开机的，地下全是雪，然后从这儿开始起跑的。到这儿先向右看了看，看看路况怎么样。当时公园里还没有人开始扫雪，但是因为长阳公园地下，你们看有这么一条塑胶的道，虽然已经很旧了，但是呢，积雪就没那么严重。看远处已经有晨光了，我们就逆时针绕着长阳公园的一圈来跑。这一圈最大一圈好像是6公里左右。小伙伴们看，打个招呼。9587对吧？跑团。小伙首马315对吗？可以。我也没请教您二位，比我大比我小。我比你小，我要已经讲回90。90啊？对，我也讲。年轻啊！您刚才说一个月跑几十公里，您呢？我这几个月基本300多一点。300多一点。所以首马315嘛，可以。今年什么目标？有什么比赛？无锡没中，武汉也没中。无锡没中是正常的。秋季破3呗。都是早晨跑吗？还是？一般晚上，有时候中午。我这基本早上跑。对，因为条条多地，还是早上跑好。早上跑好。对。而且比赛也都是早晨。对。咱们这边比赛开始又早。我们已经有4个小伙伴了，新来的2位小伙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你好。住得远吗？奥森跑团的。奥森跑的。主场在奥森。那应该住得很远吧？我在北3环还行。北3环那不近了。您呢？我在望京。望京还行。对，望京还行。但是望京去奥森跑步挺远的。还行，我平时就跟着他去奥森。北京奥森跑团，这听着这个名字挺霸气啊！多少人呀？3000人。3000人，那是个什么形式的？线上的吗？线下的。线下一次活动，大概周末200多人吧。200多人。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北京的跑团活动，一次都没有。那这周末你们还活动吗？是周末活动了。你们平常周末是什么时候啊？周六早上。周六早上。对。那没机会了，下周我走了。二位什么配速或者什么水平？要不要调整？259、258全马吗？对。了不起，那就不照顾你俩了，对吧？我是刚跑步就看到这个视频。刚跑步，那你没跑多久啊？对，我是2022年5月份关注的，那4月20号开始跑步的。那你开始跑步的时候有基础吗？没有基础。没有基础。全看你的视频跑的。就能跑到258。您多大？我现在31岁。31岁，那您属于有天赋的。没有。就是您说的，就是堆跑量就行，我就堆跑量。现在一个月跑多少？现在一个月300多。300多，对吧？小伙伴们听见了吧？300多一个月肯定就破3了。你看前面这小伙，首马就315了，对吧？300公里一个月，说难也难，说简单也简单，是不是？我那时候每天都从这个门进来。对，因为那时候只有这门开，早上起来。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来的时候，这儿就是它是没到1个月时间呢。那时候长阳公园刚开始免费。各位穿的什么鞋？我看频道好多小伙伴特别喜欢知道大家都穿什么鞋。我们2个都是金华色一样的颜色。金华色。
口套尼中华14，中华14，我其实说实话我都没见过，也可能见过，就是我不太了解。然后国内双十一卖的太便宜了，要300块钱，300块钱一双，3毛1公里。真棒，小伙子啊！哎，谢谢您，哈哈哈，您也年轻。3毛1公里，这双鞋跑多少公里现在600了。 ？600，一般跑多少公里？1000，差不多。我一般准备跑个1500吧。 1500差不多。您这身材没问题。他是队长。队长对。这一个跑团有多少队啊？从你说，您说现在在冬训是计分的，是以7个人一小队计分，然后按队伍分计排名。怎么计分呢？跑量还是成绩？一个星期取5天的跑量。哦，就是如果要拿每个人的满分的话，是一个星期一个30，一个15和3个10公里，要跑5天。那要求不低了。哦，走佬们看远处的日出漂亮啊！今天的天气在东边跑就比较好。今天如果我们去故宫的话，就看不到，都被楼挡住了。那队长是个什么角色呢？队长给大家服务的。服务的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然后它的计分规则非常有意思，它不是取所有人的平均分，它是取所有人的平均分加上第1、4、7名的平均分。加什么的平均分？第一名、哦，第4名、第7名的平均分。明白了，所以就不能太差。第7的影响力比普通人要大很多。哦，那谁决定谁是啊？就是他排名的第1、第4、第7，那就是最后一名不能差太多呗。对，是的。真不错，几千人，可以。那您这个跑团最前边的这些人大概是个什么水平呢？230、232、232，然后240以内有那么3、5个人吧。哎呦，所以240还是很难的，几千人里才有3、5个人。我不知道我行不行。你可以的，我也你今年肯定可以。那你们平常做速度训练吗？也在奥森。啊，冬天法特莱克。法特莱克也是在奥森里面吗？在奥森。大概课表怎么安？就是有什么比较有代表性的课表？上周跑了一个特别紧的，14组法特莱克，一组法特莱克是800块200慢。啊，800块200快的米。配速是350到340。那其实差不多就是3分钟快1分钟慢，差不多的样子。14组啊，那不少了。要么就是54、321这种进场。哦，配速呢？最后前面起步会慢一点吧，430左右。就是您说对应是您的这个对，是的。然后最后的2公里和1公里的配速应该在355、345，最后都到这种。355、345，也是按成绩来分哈。对。我们俩今天是过来拉一个30公里。30公里，那一会儿上班来得及吗？几点上班？我9点离开朝阳公园。哦，今天30公里，现在跑多少了？刚开始。哈哈哈。那有挑战呀？带吃的吗？带了3只姜。2个人是3只。我啥都没带。啊。我就想到你可能啥也没带，所以给你多带1只。平常跑长距离都补给吧？30公里1到2只胶吧，看状态。哦，可以。我看您视频，自己还扎过那个10支血糖。啊，对。哎，是有很有帮助的。对，我就自己给定了一个比赛策略，30分钟，我不是看距离，是看分钟。对，看时间，一定要看时间，不能看距离。比赛差不多就没问题。原来我不知道的，原来我都是14公里才吃，后来呢，扎过一次那个以后，我就发现不行。一般我是到40分钟就已经很低了。我在等您那个评测，你说你要买一个那个血糖的那个啊，等您评测，我看一下，我要录一个。现在国内那个叫什么硅基什么的那个，对，我买了一个，还没带呢。我说再评测一下，看看现在跟当时有什么区别。
但是这种东西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方向，因为好像说现在这个长距离自行车比赛已经禁用了，就是至少在比赛中你不能用，因为自行车比赛跟跑步还是有区别，它能连它那个车上那个码表实时看到，你实时看到的话，那就太精确了。我也老听见有的人手表有这个声音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佳明9系列的那个，它叫暴风雨，是因为它有气压海拔。哦，懂了。那个气压表有变化，但是今天明显跟暴风雨没有关系。啊，是的。这表的气压都做不好，比方说像高驰这也有这个问题。你在一个公园里绕圈，从早晨跑到上午，海拔就会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因为气压在变。来，大家往一起往。快，全套。我让你有兴趣，所以我这里边人不多的。哇，真棒，真棒！小伙伴们看太阳，这边天际线特别的清澈，没有什么高楼。我们又新来了一个小伙，你跟大家说从哪儿跑过来的？回龙观。从回龙观跑过来的。我到这是24公里。那怎么回去啊？坐地铁。回龙观。您介意入我的视频吗？不介意。我在您怎么称呼？我在 B 站上 ID 叫只爱五谷杂粮。只爱五谷杂粮，我好像有印象。我那天发了一个说您的视频，然后艾特您了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对，想起来了。哎呦，那个感动了那天，感动了。我就是有时候脸盲。咱们在那个是哪个门？南门告别吧。行吧。好。一会儿我就顺着游乐场那直接就走了。我也告诉你，我找我包了。祝您能越来越好，这个频道。24公里。现在25点多了。现在是不是已经特别不想再往前跑了？还行。那我们加速吧。节目效果拉满。您现在什么成绩？去年年底是323。323，那也不慢了，可以的。24公里不算什么。我一直对您这步频特别向往，190、200多。你看我跑是不是感觉还行吧？你看我其实我要想，你看前面奥森跑团这小伙，我要跟着他跑，你看，就这样了，对吧？一，对吧？但是我自己跑的话就是这样的。有时候跑步的时候这点也不好，比赛的时候我看着跟我速度差不多，想跟人家，跟着，反正老踩人脚，要是跟近了。倒不在一个路子上，走了，拜。好，加油干啊！再见，回京再见，拜。小伙伴们看，这是我长大的公园，这个是叫团结湖公园，团结就是团结一心的那个团结，走吧。哎呀，今天真是回忆之旅哈！这儿这地特别滑，小心啊！小伙伴们看前面的，我小时候上小学、幼儿园的时候，就老来这儿。这儿原来是什么秋千呀、滑梯呀、那种攀爬的架子呀，现在都没有了。还有这个门洞，那时候小时候就喜欢坐在这个门洞上。现在估计都家长也不敢让孩子坐了。
前面这个水边儿，我小时候从这儿掉下去过一次。这公园还是那个样，小时候觉得这个山可高了。这公园就是特别小，出门了。今天跑了22公里多了，我还没停表，等一个红绿灯就不停表了，20秒。刚跟小伙伴们分开，你们看我后头就是北京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吧，国贸这商圈。刚才从那个公园跑过来，还是有时候怀旧哈。今天跟几位小伙伴聊，真是非常开心。那位从回龙观过来的小伙伴感动坏了，20多公里。虽然他今天跑长距离吧，但是多不容易。但是我们每天的话题里得聊聊跟跑步有关的事儿，对不对？今天时间太长了，简单聊2句。刚才见到这么多小伙，只有一个共同点，不说破3吧，就3小时周围成绩的小伙伴，月跑量都是300多。第一位小伙伴首马315，月跑量300多。另外2位小伙伴258、259，也是300多，并且呢，每周1次的长距离和强度课。这个意思就是，马拉松很难，但是马拉松也很简单。很难的是1个月300公里和每周的各种课表。简单的是，你只要每个月300多公里，每周的课表，就同一件事儿，不同的说法，就是不同的境遇和感觉。同一个地方，同一个人，同一顿饭，不同的心情，不同的观点呢，看上去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跑步的小伙伴们都一起加油吧，或者说不一定是跑步，每个人都有生活的一个目标和理想。也许你已经知道如何实现，只是在奋斗的路上。也许呢，您可能还不知道如何实现，这些都没有关系。我不能说教大家什么，我分享的经历经验就是告诉大家，至少我这样实现了马拉松的一个小目标。虽然还没有240吧，但是我觉得不重要。我先停一下表，至少在马拉松这个事儿上，大家成年男性健康没有病，1个月300多公里，跑跑强度课，跑跑长距离，其实不一定一定要跑长距离就可以，真的就可以，就不会有遗憾。而且呢，目前其实大众跑者的训练水平很高了已经，然后也比原来科学，有各种的设备，所以比我那时候进步的快得多得多。也许用不了2年，好吧。进到新城国际这个小区里，今天上午有事儿，所以跟家属约在这儿吃早饭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我们一起加油，一起加油干。感谢这么多小伙伴，真的从真心里感谢。那这么着，我们一起加油干，咱们应该是后天再见了。如果没有跑步的视频的话，今天是我第4个训练日。不过很抱歉的是，今天没有按照惯例回复评论，我会补上的，好吗？那咱们再见，谢谢大家，加油干！